大家好，我是怡媛。最近官方一直推出更新东西，然后要我们去氪金啊，比方说装备、军器之类的。在上一个影片我发布之后，看到不少评论区都讲啊，莉莉丝他们脑袋有问题啊，要赚钱，要割韭菜，要过年要发年终了，所以莉莉丝要割一波。如果你最近有看我影片，应该会发现到我最近讲的东西好像都是在帮官方。像最近更新的装备五觉醒，我就有说过，其实我可以接受，只要他需要的材料并不是这么多的话，就算他提升也是可以接受的。最近开会说打算要出新的阵型，我也是讲可以接受，反正不要影响我就好。那我的心态是不是躺平了呢？一部分也是啦，因为我移民到西王国，其实对我来讲影响真的不大的，只要我不租房不做车头的话。那你们可能觉得我这个心态对官方来讲是好的，但相反我这个心态才是最糟糕的。在之前我有说过我会批评官方，是因为我在乎我负责氪金的，所以我觉得不公平。那既然现在我都没有氪金了，一个月都没有丢多少钱在万国觉醒，我反而丢在米哈游比较多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不管我再丢多少钱下去都好，我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但是你丢在原神不一样啊，你有老婆好啦，我们正经一点啦。不过这个也是事实来的嘛。那你们可以看我这个账号很烂是不是？但你们知道吗？我这个账号已经丢了10万马币下去。这笔钱对大佬来讲可能不是什么钱啊，只是那零用钱而已，有什么好在乎呢？但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微氪玩家的心情是跟我一样的，我投资了这么多下去，但是换来什么都没有。万国觉醒比较多的东西都是消耗品，比方说你买完之后那边打完就没了，像加速资源，还有包括水晶科技。那因为军器的出现，军器其实也算是消耗品。我反而觉得重装上阵比军器宝箱还要更良心更值得的礼包，至少你获得的材料可以拿去做装备，装备是肯定可以做得出来，只是有没有专属的问题而已，并不是像军器宝箱你花了1个月时间去买礼包，结果你开出来东西可能只有2-3个可以用而已。那我以微氪的玩家心情来想的话，我为什么要花这笔钱下去？我得不到东西。就以我个人为案例，我之前是有买重装上阵的，虽然不是说每天买啦，可能1个星期买1-2次左右，但是军器宝箱是我买过1次，刚出现的时候第1次就不会再买了。我相信大多数人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但又变成一个问题，你不买的情况下，你要追过那些大佬其实是真的比较难了，因为概率在他们面前是真的没有概率。就像随风大哥的军器，他已经是有16个字的军器了，你要怎样跟他比？他的概率又在哪里？我们的概率又在哪里？你懂我的意思吗？当官方推出越来越多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表示说那些大佬的素质越来越高，平衡性越来越远。那当然大佬他们自己也是想要有提升啊，没有理由丢钱下去完全没有提升嘛。但也会繁衍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平民玩家走出去1秒就被你打死了，让他们觉得玩这个游戏可能没有乐趣了，没有必要去打野仗，就变成只是填兵而已。比较好的案例就是上一场960的 KVK 他们跟2891打，2891的玩家是直接说我们不要跟他们无脑打野仗，因为打不过，我们负责填兵驻防就好。但是就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假设我是大佬的话，我会觉得我丢了这么多钱下去，尤其是这里军器开销特别大，但是打一个 KVK 的时间50天，事实上有打架的时间可能只有那几天，但是打仗的那几天并不是真正有野仗的时间，可能只是开关卡第1天有打而已，然后剩下的5天有打架，事实上只是打集结跟驻防而已。会不禁让那些有氪金的玩家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去做更好的军器装备是为了什么？我买了水晶科技提升了，但是没有敌人给我打，那我氪金是为了什么？你们不要觉得这个只是我的假设，我是真的去问过其他大佬，因为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匹配一直不成功，有些大佬就选择移民，有些选择弃坑，就说我丢钱下去干嘛？我就是要打架，我就是要玩这个游戏，当没有东西给他们打给他们玩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弃坑离开。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但是有大多数的玩家只是理解上半句，官方只是理解下半句而已。平民可以没有大佬，但是大佬不可以没有移民。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王国里面你少了大佬，那其他的平民玩家并不会全部都弃坑，但是你没有了平民，只有一个大佬，你是没有办法战斗的。或者对方完全没有平民，只有大佬跟你打架的时候，你也是不会想要跟他们打的。但这2句话只是我们玩家理解到的东西而已。那官方其实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就是没有大佬就等于没有官方。那可能有些观众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就是一个游戏呢，其实大多数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大佬。
并不是我们这些微氪玩家。很简单的例子，之前我不是有做过一个影片说大佬一年花了多少宝石吗？你们再看看自己所消耗的宝石，就算游戏里面有很多微氪玩家都好，但是大多数的收入来源都是来自于一个氪佬，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这个闭合就是官方需要大佬，大佬需要平民，但是平民可以不需要任何东西，你可以马上弃坑了。但是这个闭合只要前面消失，后面也会慢慢跟着消失，也就等于说这个游戏将会面临关服。不过我老实说，这个案例不是只有这个游戏而已啊，大多数的游戏都是这样。所以现在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官方最近的一些更新呢，都是比较偏向于新玩家，他们想要招募更多的新血。像之前我第一次去开会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到王国移民的事情啊，新玩家流失太多，一大堆玩家抱团在旧的王国先锋王国。然后之前第一个版本的装备更新呢，其实也是为了新玩家好。因为出新的装备要老玩家拆掉旧的装备去重新做新的，但是新玩家一进来就可以直接做新的，比较省他们的时间，对新玩家比较友善。但由于老玩家反对，就变成现在的五觉醒。还有最近开会说要出新的阵型也是一样，其实也是为新的玩家去考虑。但是我老实说，当出现了这些新的东西之后，新玩家要追上老玩家是真的很难了。所以像之前其实官方就做出了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就是分开不同的赛季，限制不同的赛季可以使用哪一些装备。所以为什么官方他们已经锁着了 KVK3 的移民，不让我们老玩家移民进去。还有第一次打征服赛季的新王国都是没有匹配上老王国的，就是让他们有2个缓冲期 KVK3 还有第一次打征服赛季，让他们有时间去获得新的统帅，征服赛季的装备。不过我觉得这个缓冲期有一点太短了，我觉得可以再拉长一点，或许给他们打2到3次征服赛季会比较合适，可以拿到更多的硬币去做装备。所以整体来说，其实官方他们做这些东西是做的还蛮不错的，他们都有慢慢去处理。但就算官方再怎么努力都好，这个游戏毕竟都已经5年了，这个游戏比较花时间，大家都恢复正常的作息。那军器或许还可以靠运气，但是装备你是真的必须要氪金，不然你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好装备。就算材料你可以每天等它生产，但是图纸没有办法，你必须要丢宝石。还有包括统帅提升 T5 城市要25等级，进入征服赛季又要氪水晶科技，太多地方要开销了，真的不能怪新玩家为什么不要加入这个游戏，也是间接性想要跟官方讲啦，你们不要每天抱怨为什么没有新的玩家，你们自己想一下那个问题在哪里。所以我认为这个游戏要加入更多新玩家是比较困难了，现在官方也只能从老玩家大氪佬那边挖钱，但问题就是现在他们连大佬都得罪了，他们都不爽了。你们能够想象2000个军器箱子但是一个专属铭文都没有的心情吗？军器又没有保底，回收又没有保底，甚至还不如一些平民玩家做任务可以开到专属铭文。因为根据游戏的后台是这样的，假设你氪金越多的话，你开出好的东西概率就会越低，所以才会时常看到一些什么采集号啊可以开到专属铭文啊，然后我自己有氪金的账号什么鬼都没有的情况。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官方他们自己设计了这个军器系统，结果自己要开会反问玩家为什么没有其他玩家去用别的阵型。所以某个意义上来说，官方现在算是进退两难了，他又想要去招募新的玩家，但是又没有办法招到，想要改革但是又会得罪旧玩家跟大佬。但是这个问题能怪谁呢？也是官方他们自己更新出来，我们也没有办法。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